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和田秀树先生所著的《防止老化的100个习惯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预防大脑老化的行为方式；第二，预防老化的饮食方式；第三，预防老化的运动方式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预防大脑老化的行为方式。书中介绍的第一个方法是，与其担心健忘，不如警惕是否变得沉默寡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许多人会觉得自己的记忆力逐渐衰退，比如感到健忘症加重。实际上，记忆力不仅包括记住信息的输入能力，还涉及提取和回忆信息的输出能力。而这两者中，负责回忆的输出功能主要依赖大脑的前额叶。前额叶是大脑中最早开始老化的区域之一，一些人甚至在40多岁时就会出现显著的退化迹象。当前额叶功能衰退时，回忆会变得困难，记忆输出能力下降。这种退化还可能加速整个老化过程，形成恶性的循环。许多人在年纪渐长后，从原本健谈变得沉默寡言，这通常与前额叶功能减退有关。如果再加上长期闭门不出，仅进行简单的家庭对话，老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，与人交流变得更加困难，前额叶的退化问题将愈发严重。因此，比起对记忆力下降的忧虑，更应该关注自己是否变得沉默寡言。记忆的输入能力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补救，而输出能力则高度依赖着前额叶。一旦输出功能衰退，老化的速度会大大提升。延缓老化并不需要复杂的训练，只需稍作改变一下日常的习惯，就能有效锻炼大脑的前额叶。例如，与人交流时多参与讨论或尝试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就能帮助延缓大脑的退化。第二个方法是，少用这个那个等代词。在日常对话中，这个那个等代词经常会被使用，但如果这些词出现的越来越多，这可能预示着大脑老化的加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记不起事物名称是常见的现象，因此代词的使用也会增加。然而，频繁依赖代词其实是在放弃回忆的过程，长期如此会让大脑的输出功能进一步退化，加速老化的进程。为了预防大脑的老化，即使会感到麻烦，也要努力清晰地说出事物的名称或描述具体的细节。这种行为不仅能促进大脑的活跃，还能显著延缓衰老的速度。清晰表达和精准用词不仅是对自己脑力的锻炼，也能改善与他人的沟通效果，进一步帮助维持认知能力的健康。第三个方法是，尽量多与他人交流。对话是日常生活中最简单且有效的脑部输出活动之一。虽然不需要成为话痨，但经常与他人交流的人，即使年岁渐长，依然能保持大脑的年轻状态。在对话的过程中，大脑会高速运转。在听别人讲话时，颞叶负责处理听觉；在理解内容时，维尼克区发挥作用；在表达观点时，前额叶的布洛卡区以及控制口腔、舌头的运动区都会被激活。同时，对话中出现的意外回应也会对前额叶形成良好的刺激，进一步提升其活跃度。通过对话，大脑的多个区域能得到全面的刺激。如果生活中缺少交流，长时间沉默寡言，缺乏互动，大脑的活跃度会大幅下降，老化的速度会加快，甚至会导致脑部的萎缩。研究表明，与其埋头进行计算题等脑力训练，不如多与人交流，开怀大笑，这对预防大脑老化的效果更加显著。第四个方法是，年长后也要成为值得依赖的人。在步入老年后，许多人认为可以放下责任，专注于过自己的生活。然而，完全与社会脱节可能会加速身心的老化。这时，参与志愿活动或社区服务是延续社会联系的绝佳选择。在职场或家庭中积累的经验与技能，仍然能够在这些活动中发挥作用。例如，喜欢园艺的人可以参与公园的管理工作，对建筑感兴趣的人可以协助社区的简单修缮。
只要找到感兴趣的领域，就能在志愿活动中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，成为一个被他人信赖的人。如果将志愿活动视为一种义务，可能会感到压力，但若将其看作兴趣爱好，就能轻松融入其中，同时维持与社会及他人的联系。这种联系不仅能延缓大脑老化，还能带来成就感和幸福感。相关研究也提供了科学依据。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50岁以上的13000人进行了一项为期4年的追踪调查，探讨志愿活动对身心健康的影响。结果显示，每年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00小时的人，死亡率比未参与志愿活动的人低44%，身体残疾风险降低了17%。此外，这些人更倾向于保持积极情绪，并与朋友维持良好的关系。研究表明，志愿活动不仅能造福社会，也能显著提升参与者的健康与活力。想要延长健康寿命，保持身体和心灵的年轻状态，可以从现在开始尝试参与志愿活动，特别是在退休后，更应该积极地投身其中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预防老化的饮食方式。本书介绍了著名的实践营养理论。该理论强调，不同器官在一天中的活跃时间和休息时间各不相同，依据器官的活动规律调整饮食，能够有效减轻内脏负担，并降低细胞炎症的风险。按照这一理论，可以根据早、中、晚3个时间段的器官活动状态，调整饮食习惯。首先是早餐时间，清晨是肝脏功能最活跃的时间，此时脂肪代谢和蛋白质合成尤为旺盛，因此早餐应注重摄入富含能量的脂肪和构建新细胞所需的蛋白质，例如选择鸡蛋、鱼类或鸡肉等高蛋白、高脂肪的食物。同时，适量摄入碳水化合物也有助于促进能量代谢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早晨身体的水分代谢较低，胰岛素分解糖分的效率偏低，建议避免摄入含糖量高的食物，如甜味咖啡或涂满果酱的面包，以减少身体的负担。接下来是午餐时间，午餐时，肝脏仍然处于活跃状态，因此蛋白质的摄入尤为关键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饮食摄取基准，男性15至64岁每日推荐蛋白质的摄入量为65克，65岁以上为60克，女性18岁以上为50克。以下是一些常见食物的蛋白质含量：100克瘦牛肉含22.5克，100克鸡腿肉含27克，1个煮鸡蛋含6.6克，1盒纳豆含6.6至8.3克。虽然每日推荐摄入量看似较多，但将其分配到早、中、晚3餐中即可轻松满足。此外，午餐还应该多摄入蔬菜，尤其是生菜，因其富含维生素和镁，有助于代谢循环。在食用沙拉时，建议搭配特级初榨橄榄油。橄榄油中的多酚和维生素 E 具有极强的抗氧化作用，有益于身体的健康。接下来是下午点心。下午时分，身体的水分代谢逐渐活跃，胰岛素分泌量增加，此时适量摄入甜食对身体的负担较小，也是一天中最不容易发胖的时段。实践营养理论建议选择抗氧化效果较强的点心，例如可可含量70%以上的黑巧克力、蓝莓或草莓。这些食物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，还能帮助我们抗衰老。最后是晚餐时间，晚间肝脏的代谢功能逐渐减弱，因此晚餐应减少肉类的摄入。由于水分代谢也减缓，需控制糖类、碳水化合物和水果的摄入量，选择清淡、易消化的饮食是更为理想的选择。例如，鱼类、豆腐或清汤搭配少量蔬菜都是不错的搭配。通过合理安排饮食时间和食物种类，可以有效减轻内脏的负担，减少细胞的炎症，延缓身体的老化，从而达到预防衰老的目的。最后是第三部分，预防老化的运动方式。人的身体机能如果不加以使用，就会逐渐退化，因此适当的运动是保持身体活力、防止老化的关键方法。在各种运动形式中，
推荐散步或步行作为最简单易行的选择。这种不费力的运动方式，只要坚持定期进行，就能发挥出显著的效果。散步不仅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轻松完成，还可以通过晒太阳促进幸福激素、血清素的分泌，帮助情绪的稳定，提升整体幸福感。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包括跑步在内的高强度运动可能对心脏造成过大的负担，同时在体内产生大量的活性氧，加速身体的氧化，因此并不适宜。如果目的是保持大脑的年轻化，其实无需进行剧烈的体育运动，只要多动动身体，例如伸展、散步或简单的家务活动，都能通过神经传递信号至大脑，从而刺激并激活大脑功能。保持大脑年轻的秘诀不仅在于运动，还在于有意义的活动，例如外出购物、与朋友聚餐、参加兴趣小组、观赏演出，甚至为完成喜欢的事情而积极活动。这些都能对大脑形成正向刺激。与其勉强进行自己不喜欢的运动，不如通过感兴趣的事情带动身体活动，这才是保持身体和大脑年轻的最佳方式。正如那句名言所说，现在是您人生中最年轻的时刻。这句话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：明天的自己一定比今天更年长。因此，在最年轻的此刻，尽情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充分利用身体的潜能吧。未被使用的功能会逐渐退化，而被频繁使用的能力则会愈加活跃。无论年龄多大，持续使用身体和大脑才是维持活力的关键。需要提醒的是，目前看来简单易行的事情，可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困难。因此，尽量保持现阶段能独立完成的活动，比如做家务、独自散步、与人顺畅交流等。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行为，正是保持身心健康和活力的重要基础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些能力不可避免的会减退。对这些无力完成的事情，要学会坦然接受并果断放下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依然能够做到的事上。保持年轻的秘诀在于没有必须完成的压力，而是以轻松愉快的心态去实践健康习惯，用热爱生活的态度面对每一天，专注于自己能够享受和实现的事物。这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方式，正是作者认为实现长寿与幸福生活的关键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